说完这期马尔海奇，前天咱们做口模的时候还有提到过，有一款猛男必玩的可爱产品啊，就是这款由 Fictus 出品的非常可爱的黄油小熊毛绒，也算是一个可动的玩偶啊。今年 WF 时候啊，也有看到这款产品的一个样板，后续呢又接触过瑞幸之类的和黄油小熊的一个联名啊，感觉还是比较可爱的一个玩具。上手之后发现确实如此啊！先看包装，整体呢半镂空的一个开装和上下这个纸壳融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前台啊，或者说是柜台的一个效果啊。不多说啊，咱们直接往拆啊。生气了，整的挺紧的啊，这熊脖子上，哎呀，快给它解救一下！双脚还带着刑具镣铐，哎，拿出来之后啊，第一个感觉上手的分量感要比我想象中的压手一些，能够感觉好像是个实心的东西啊，捏一捏，哎，就感觉挺有劲儿的。这个胳膊什么的有肌肉的感觉啊，整个脸蛋的部分非常的充盈和饱满啊。其实里面按上去的话，内部是有一个头壳做支撑的啊，并不是普通的那种填充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头不会出现可能我们接触过的类似大小的布偶脑袋变形的需要自己整容的一个问题啊。硬呗，它就是个硬壳，它就是一个，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再一个，这种皮毛的细腻程度啊，我觉得是能够媲美它原本的那种3D 的一个设计的，很柔顺，很细腻。摸上去的话，这个手感啊，非常的舒适。脑袋让摸死了，就摸一摸，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治愈的，而且很好打理，因为它是一个短毛的这样一个造型啊，很可爱，很漂亮的。然后毛色上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配上2个浅浅的红脸蛋儿，这颜色做的是很自然的，对，像抖音滤镜那种感觉。对对对，它不是一个就是2个大红脸蛋的放在上面啊，就是有一个浅浅的涂装，每一根毛上都能看到这个浅浅的红色。鼻头可以再重点说一说啊，摸上去这个质感呢，就跟小狗鼻子那个感觉差不多啊，滑滑的，带点不规则的那种手感感，阻尼感的手感。整个头部的话，也是带有一个可左右转动的结构的，稍微狠心一点，我可以扭一下。把这个头摆到侧边的话，也可以去弄出一些更加有趣的动作。好灵动呀，好像在看你这个角度的。除去头部呢，身体部分，哎，像这个躯干这里啊，其实里面是有填充的啊，不是一个整体的壳子，但是这个充容量应该也是非常高。四肢部分呢，内部就是有一个类似于钢骨的结构啊，像这2条胳膊呢，你就可以平举呀，前后移动啊，哎，这个都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做点什么小动作啊，这都是可以实现。请，Hello， 中心处也可以稍微打一点弯的啊，所以可以摆出一个双手托腮的这种造型。不仅仅是这个胳膊的地方，像它腿这里啊，或者说脚这里，你也可以给它前后摆出一个像是踏步啊、走路的这个小动作。脚掌部分向左右也有一定可以移动的转动的空间。翻过来的话，脚底板熊爪的一个造型，略有一点绒，没有那么毛啊，但是摸起来也是鼓鼓的。拿够了没有？然后在服装造型方面，2个版本，一个是这个背带裤的造型，都是一个真实可拆卸的结构啊，用了金属的材质，下方这个类似牛仔布的刻画，其实做的非常薄的，放到玩偶身上不用担心像那种真牛仔一样蹭到这个毛皮上发蓝染色。中心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刻画，小兜兜中有一个可以抽出的小熊片儿，小熊饼干吧，算是绒绒的毛毛的一个小斜眼的有点坏坏的表情，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给它调整一个不同的角度。像这个边缘也可以看到右腿这里有一个爱心的刺绣，上方呢有这个黄小熊的 logo， 屁股的地方也专门预留了开口，把这个小尾巴透出来。
背带裤的造型呢，实际上是一个算是限量版本，但是最近好像又有补货，这个好像还相对少一些。正常的话是会附带一个围裙的造型啊。其实这个造型是黄尾小熊出镜率最高的一个造型。看这个小围裙边缘也做了这种像百褶的造型，后方呢也有蝴蝶结的一个结构，蝴蝶结还是双层的，反正有点立体感。穿上之后也更像我们能看到平时联名中存在的那个小熊的一个样子啊。毛绒玩具有一个乐趣啊，就是像之前玩他家那个小白的时候，又发现呢，围绕着眼眶这一部分的绒毛，可以根据你输出的不同角度，体现一个不同的表情啊。比如说你像这样一下，哎，做一个老头的，也得把中间这个毛抓一抓，邪恶，对，有点愤怒的那个小表情啊。学了小熊，你有那种娃衣可以对哈，其实你小帽子也可以。对，可以给它替换不同的服装啊。我觉得手巧的朋友们自己缝，去购入一些其他不同种的服装给它穿，因为它的这个四肢的话，其实是更好搭配不同的服装的造型的。DIY 的属性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强的，真的是很好玩。加上黄尾小熊这个 IP 或者这个形象，最近也是比较火热的，好像南京还刚刚有一个快闪店，那个线下也有销售这款产品啊。喜欢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觉得作为一个礼物去送给自己的朋友，尤其是女朋友啊，非常加分的一款产品，真是很可爱啊！像我这种猛男啊，都会，你这种猛男都会觉得怦然心动，可爱死了！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自己的黄油小熊作为收藏，期待后续能够带来更多有趣的毛绒的 IP 产品给我们玩啊！然后呢，这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